好 ，Hello， 小伙伴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呢，我是主持人薛定波，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明块。今天呢，就把这台非常可爱的熊猫骑士啊，看起来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。当然了，看起来之前呢，还是有一个数据跟小伙伴去分享，就是它的原地力矩。这台车的驾驶模式一共有两个，一个是 Normal 模式，一个是 Sports 模式啊。但现在呢是 Normal 模式。好，我们把仪器清零，轻轻的勾住，原地90度，0.951公斤，这是不是我们做过的最轻的一个原地力矩啊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调到 Sports 模式来看一下。好，清零，轻轻的勾住，0.992公斤。好，这就是它的原地力矩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把这台车开起来，看看这台熊猫骑士呢，城市里面驾驶到底是什么样感觉。好，那熊猫骑士呢是只有一个版本，电机呢是30千瓦，最大扭矩呢是110牛米，电池呢是可以支持 CLTC 下面最大200公里续航。其实这种微型的电动车呢，市面上有几款车很火的啊，例如说迷你 EV， 对吧？开创了这样一个品类。其他呢有一些小车型，例如奇瑞的什么小马里呀，还是会有几辆车的。但是呢，我敢非常笃定的跟小伙伴说，这台车在起步的质感是这些车里面做的最好的，它没有那种电机噔就往上搓的感觉是没有的，起步调的是最柔和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车踩起来，别看呢这台车的最大扭矩呢只有110牛米，但是车小车轻啊，所以呢0至60还挺快的，在城市道路驾驶起步不输谁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城市代步妥妥没问题。其实这台车的底盘呢，我认为调的也是在这几种车里面呢是最好的一个。这台车有着对于这种微型的小车的所有的缺点，它几乎都是有的。第一，速度不是很快，对吧？因为这台车的最高时速呢只有110公里，而且呢动力不是很强劲，110牛米的扭矩，但是呢，你看踩我还是可以比它快的嘛。然后呢，就是噪音比较大，可能会比较轻，这个是它小车这种微型车的缺点，它几乎都有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物理条件，对吧？你说我想从方便面里面你扒了块鱼翅出来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这台车的底盘却是调的最好的，就是你这个方便面你可以有鱼翅的味道嘛。你在开的过程中虽然也能够感觉到很轻，当遇见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有跳的感觉，但是这台车开起来是没有恐慌感的。就我们之前看那些小车，包括说迷你 EV， 首先它的速度感会很强，40公里的时速你感觉像60，开到60的时候你感觉像80，到80的时候哇塞，这个车就跟100多一样啊，会有这种速度感，但是它没有恐慌感。我开这个车，即使开到它速度的一个最快的时候，我也不会说觉得这个底盘不稳，这个底盘是稳的。在这样一个小车里面能够调成这样，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事情了。所以说这台车底盘这块是它最大的优点，真的是它最大的优点，就是包括说转向啊什么的，其实也挺清楚的。但是毕竟吧，它的轮子很窄，所以说呢，肯定不会给它带来过高的这种地面稳定性，一定不会，因为它轮子的极限就在这摆着呢。但是呢，你不会有那种慌乱感。总的来说，这台车其实在城市里面开还是那种比较悠闲的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上到一个快速路上了，给小伙伴去展示一下这台车真正的实力。先跟小伙伴去做一个简单的加速的体验啊。现在呢已经是60公里的时速了。好，1、2、3，踩，它冲出来了，并且速度定格在了80公里每小时，是因为在 Normal 模式下面，它的最高时速就到80。当然了，官方给出了数据啊，它的最高速度是100。我把它调到 Sports 模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看它的速度越来越快了，现在已经89了、90了、92了，它马上就要突破105。这台车真的不适合这种高速开。其实刚才开到100的时候就已经会有点晃的感觉了。但是这台车在北京市，因为北京市所有的环路限速都是80公里速度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还是会说，这台车最合适的速度是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。40到60，这台车开的是最舒服的，非常的小巧，然后呢那种不稳定感也不会有的。所以说这台车啊，就是不是适合那种什么长途啊什么的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你一定要摆一个正确的心态去买一个车或者去开一个车。真的，我就觉得这台车首先外面非常的可爱，我看它就是一个玩具啊。对于一个玩具的感觉，并不是说是非要它当一个工具去用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用来做一个基础的代步出行，然后包括上个班下个班，对吧？让别人更多的眼光去关注一下。就是我停在一个红绿灯前面，有些小哥哥小姐姐从前面过的时候，都会指指点点，哦，你看这个车好有意思，真的。所以说开这台车，你要有一种开这台车的那种心情，其实它还是很有意思的一台车，主要是特别的好停车。行吧，这就是这台车呢，跟小伙伴去分享在驾驶
过程中说的这些东西，那紧接着我们还是找一个地方停一下啊，跟小伙伴去说一下它的续航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好，那么现在也是停好车了啊，跟小伙伴说一下这台车关于续航的一点事儿。那充到80%之后呢，续航里程显示的是167公里，当时的里程呢是627公里，然后呢开到了还剩9%电的时候呢，一共是开了114公里，当时的总里程呢是741公里，而当时的表显的续航里程呢还剩21公里。那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相应的计算嘛，达成率是78%，基本上是80%。CLTC 官方呢给的数据呢是200公里，估算的话呢大概是160公里的一个实际的续航里程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数不多啊，因为它电池非常小，它的电池只有17.03度电，其实能够做到这个层面上，个人认为是不错的了。大概的计算了一下，基本上是1度电可以跑10公里往上了。行吧，这就是关于数据方面的跟小伙伴去分享到这儿的。紧接着我们还有一些相应的测试，那么测试再见。那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一些相应的测试呢。这台吉利熊猫骑士啊，就是一个电动车，所以说没有发动机的一些东西，我们只有2个测试，一个是漆面色差的测试，还有一个是大灯通光量的测试。好，我们还是老规矩啊，先取值。OK， 好，我们再绕车1周来看一下。那这台车最大的色差值呢是0.46，表现还不错。位置呢是在杠皮的位置，相同的金属的表面材质，翼子板，然后包括说门啊都非常的准。最低是0.12，最高呢也是在0.2几不到0.3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。其实这个整个的车漆的数值还是很准的。好，这是漆面色差测试。那么现在呢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。接下来是灯光的测试。那这台车的远近光呢都是普通的卤素大灯。好，那么也是详不多说嘛，直接来看一下它的通光量。好，那最后在我们仪上面显示的数据呢是7960勒克斯，就是这台卤素灯泡啊最大的通光量。那明天开始呢就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这台车里面到底什么样的。好，那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，自己车自己做主单块，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单块。